大家好，我是尚希林，我是刘志明，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在这里先祝福大家2022新年快乐。那志明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电动车黑科技，所以2022年电动车会不会持续的大爆发？那有哪些黑科技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观察，其实去年车市因为缺晶片的关系嘛，对，大家预估可能少掉了500万台到800万台的销售量，那个产值是很大。那看起来今年那个汽车晶片缺货的状态，应该是会慢慢的获得解决。那看起来景气的复苏也是朝正向的方向走嘛，车市这部分应该往上走的机会是蛮高的。对，那如果回问的话，其实不管是电动车，你新买的车子其实就是新车智慧车了。那这部分它就会有充满了蛮多的商机。目前来看，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重点在那个智慧座舱，比如说鸿海啊，它最近有跟国外一家厂商合作嘛，投资8000万美金，就是为了研发这个智慧座舱。那大家都会把未来汽车的发展放在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年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那个 AR 的抬头显示器，对的，新的应用。有人讲说这是车用元宇宙的开端嘛？那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有去观察，像苹果它在申请那个专利的部分，其实它也有把这部分的 AR 抬头显示器的技术开始申请专利。大家估苹果的汽车可能在2024或2025有可能推出，那这方面的那个运用就会真正运用在车子的这个领域。那目前看起来，其实国外的像宾士跟福斯其实也已经有这个 AR 抬头显示器的运用，那将来会更多，所以这个部分的发展我觉得是大家值得去注意的。那台湾大家放在3家重点公司嘛，一个是大众控，一个是怡利电，一个是英记。对，那它当然第一段涨幅开始，然后当然会有一个盘整修正的过程，我觉得它还有第二段往上走的趋势，因为毕竟这个是现在很少嘛，未来会变多的一个产业的新科技的产品，那我觉得它往上走机会其实是蛮高的。对对对，那还有哪些的部分我们要注意的呢？再来就是我们观察到，像你现在看车子的广告啊，你觉得它会用什么吸引你？就是它很酷炫的这个车灯的变化。那我们看现在新的不管是电动车或是新车的发展，车用 LED 这部分的应用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最重要的比如说像气氛灯，像宾士的话，它连冷气通风口都有一排的气氛灯。那这部分其实台湾的厂商在这边布局就蛮多，像沥青啊，像联嘉啊，像雷迪克这样的公司，它其实在汽车产业其实已经布局好几年了。那今年观察他们这几家公司其实都大量的扩产投资，就是为了这些车用的LED 灯，其实慢慢的贡献在这很多汽车产业上。那新的车子车灯设计的不好或者不够炫的话，你可能就不是你要买的产品。所以说新车的这个流行风潮在车灯的变化其实是很大一个商机啊。那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因为毕竟台湾这些厂商在这个领域已经布局了好几年，也是大家特别值得注意的今年不错的产业。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LED 现在从手机里面就开始导入到车用里面了。应该是说从照明啊，从那最早期的照明，对，路灯啊，现在在车用部分会慢慢的成长。对对对，所以投资人也要注意这一块。还有没有？过去大家会注意的是，像车子就注重什么电池啊什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到，像大陆有讲说5年会希望把车子减轻5%到10%的这个让车子更轻。那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新的材料的放入，像以前可能都是一些碳钢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可能就是铝合金啊、镁合金，甚至一些特殊的这个复合材料。那这部分其实台湾很多厂商布局嘛，像英利、精确跟制作铝框巧新，它其实这几年他们也都在扩厂中，就是因为因应这个车子轻量化的必要，它其实是以很多的科技放在里面的。对对对，应该是说，其实如果是讲到传统零组件部分，就是这2年是第一个是电动车崛起啦，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车市是不好的，所以他们比较不受到这么多投资人的关爱，因为大家比较喜欢汽车电子这一块。对，所以这部分投资人应该注意。而且我去采访英利的时候，英利的老板跟我讲一句，我觉得投资人可以把它记起来，就是现在就是为了
轻量化嘛，所以只要是减少1公斤就可以多卖$15，是他们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轻量化，所以应该会贡献他们蛮多的获利营收的。其实主要也是跟 Tesla 有关系，因为 Tesla 的应该说往电动车走的话，电池实在太重了。那你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整体结构要轻量。所以这部分投资人可以密切注意，因为目前都处于在低档的状态哦。接下来还有什么要注意的黑科技？其实还有在像车用的第三代半导体这方面的运用了。那其实很简单，其实它也是一个轻量化的概念，甚至是晶片效率的一些提升。对，提升。那为什么？就是你如果用那个第三代半导体制造的这个零组件的话，大概会比过去的零组件少的大概1/5。然后效能是比较高，然后又省电，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成长可能是以后电动车跟新的智慧车其实都会运用到。那我们像观察像环球晶，它在美国、台湾都布局相关的这个产能嘛，然后像我们长期观察像汉磊跟嘉晶在这个领域其实也都很久，那他们这几年扩产的那个倍数，业界传闻是有人说5倍，有人说6倍，就是为了以后的商机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领域像车用二极体，像鹏程啊、台半啊、德微这样的公司，他们也是在这时候都做蛮大的扩产。那为什么？因为它不只是在车用二极体的价格有上涨，甚至是它像车用的 MOSFET 相关的东西，毕竟这个未来的应用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台湾在布局这个产业，然后已经有成绩有时机的这些公司，在今年其实还会再有一个还不错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领域也是投资者可以密切注意的。好的，所以我帮投资人汇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黑科技嘛，汽车黑科技，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就是更聪明，更聪明就是要抬头显示器吧。第二个就是更酷炫，就是用 LED 放在车子里面，所以让整个气氛都变好了。第三个要更轻盈，第四个就是第三代半导体，可以让你运算能力更快。除了这个之外，志明哥有没有还有要加强补充的？其实我觉得有一家公司像在车灯 LED 透镜的这些雷迪克它当然过去是做那个照明跟路灯的透镜，它已经布局这领域也大概5年了。那今年因为过去只有模具生产，但是没有量产，那我觉得今年开始它就有可能跟国际的5大车灯厂合作，那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汽车车灯透镜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它的发展，因为这个领域慢慢的成长，然后它又在这领域布局5年以上，所以说它这家公司也有慢慢成长的机会，也是低基期可以慢慢看的一家公司。好的，那我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上流投资术，也谢谢志明哥的分享。YouTube 的观众朋友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Podcast 的听众朋友请记得打5颗星，还有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